公交车到站了，一个醉酒的男子上了车，司机劝他戴上口罩，他立刻生气了，还动手打了人。后面的年轻人看到这情况，马上把他抱出了车。虽然方法有点粗暴，但是他还是很礼貌的道歉。那人不甘心，开始打那个年轻人，谁知那个年轻人是练过的，要么躲开，要么挡掉。看到打不过，他理智的选择了撤退。年轻人回到车上刷卡，所有人都鼓掌了，他暗自高兴，做了一件好事。但是回到家，那种好心情就消失了。刚推开门，就听到母亲在打电话，一个劲的向对方道歉，不停的保证下个月一定还钱。他默默的关上了门，在想怎样帮母亲解忧。同时，身为财阀二代的洪理事正在准备收购一家酒店，谈判正在进行。突然来了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，一个做高利贷的金代表。洪理事从心底看不起他，这是正经的生意，怎能让不正经的人参与？本不想提以前的事，但现在必须提一提，否则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全球经济危机时，洪家的企业差点倒闭，急需60亿资金。洪理事的父亲到处求助，怎么也筹不过这笔钱，只好求助于老方。老方的名声他们都知道，在高利贷界几乎是传奇，一通电话就能动用巨款。看着跪地求情的洪父，老方被感动了，让他送钱来。当时洪母还特别感谢他，别的不说，就洪父洪母这两人，现在见到他都得让路3分。其实这么说并不是为了炫耀什么，只是想让在座的各位明白，钱本身无善恶，关键看怎么用。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。洪理事这边谈判一直没谈成，主要是因为缺少1000亿资金，这笔钱是他出的，这不是贷款而是投资，如果还不够还可以增加，但是有几个前提条件：第一，在酒店顶层开设赌场；第二，在酒店地下开设酒吧；第三，要回馈社会，新冠疫情暂时得到控制，如果疫情再次爆发，酒店必须免费作为隔离点供穷人使用。这3个条件都不算过分，洪理事有点心动了。不久之后，拳击新人赛拉开帷幕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现场观看，只能通过直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。其中有2个选手备受瞩目，一个是出了名的见义勇为的小伙阿健，一个是来自海军陆战队的阿珍。两人很快在决赛中相遇，阿健技术高超，赢得了冠军，奖金高达1000万。阿珍一直缠着他去吃烤肉，有一家自助烤肉店非常便宜，一个人只要3万，但他有自己的原则，这钱只能花5万，剩下的要给母亲。无奈之下，阿珍自掏腰包1万，他们终于吃到了心仪的烤肉。听说他做了好几份兼职，阿珍对此很好奇，真的这么缺钱吗？他并没有隐瞒，他父亲之前在一家大厂做研究员，后来被不公正的解雇了，打了4年官司，最终败诉，欠下了一大笔律师费。他母亲开了一家咖啡店，本来每月能勉强还点钱，但疫情爆发后客流量大幅下降，营业额只有以前的1/4，房租1分钱没降，关店还需要支付一笔拆除费。现在处境艰难，阿珍这边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他之前在放高利贷的公司工作，主要工作是去收债，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，每天就是随便过日子。他父亲是个拳击手，但是父子俩关系并不好，家庭情况也一般，唯一能拿来说事的就是他当过兵。这话题一聊才发现有缘分，阿健竟然也是海军陆战队的，两人的关系因此变得更亲近。同时，金代表抓住机会，安排业务员去开展业务，目标是那些经营不善的店铺，诱使他们去贷款。赚钱只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要把这些人赶走，因为金代表投资的酒店位置就在这里。不幸的是，阿健的母亲被选中了，同时阿健又开始行侠仗义。他看到一个大叔被人追，立刻跟了上去。当他找到那人时，大叔已经倒在地上，伤害大叔的黑衣人还未离开。阿健检查了大叔的伤势，然后立刻追赶那个黑衣人，结果不小心落入埋伏，被黑衣人用电击器攻击。幸好对方不是残忍的人，那个黑衣人是个长相清秀的女孩。女孩知道他是来帮大叔的，于是叹了口气，让他好好照顾自己。问题的根源是大叔而非女孩。女孩名叫贤珠，为崔社长工作。崔社长曾是高利贷界的传奇，现在为生病的人提供无息贷款。那个大叔向他借了钱不还，还找了几个人假扮流浪汉，去抢真流浪汉的身份证，拿去借高额贷款。贤珠看不过去，最后出手教训了大叔，顺便拿了块手表来抵债。崔社长不想让他做这么危险的工作，决定再招个人来帮忙，要求并不高，只要人品靠谱，能打就更好了，有相关经验的话就完美了。不久后，酒店的手续得到批准，金代表加速了清场的进程，阿健的母亲成了首个被瞄准的对象。原本笑脸迎人的贷款员突然变脸了，他吓得立即给阿健打电话。阿健一听到情况，立刻赶往店铺，但还是迟了一步，店铺已被砸得一塌糊涂。看到母亲被欺负，他立刻进入战斗状态，孤身战多敌，很快解决了门外的小喽啰。看到他战斗力爆表，金代表的手下突然感到慌张，幸好今晚来的不只是些小喽啰，金代表和他的王牌打手也在场。情况如此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先来一场打斗吧。金代表坐着观战，阿健首先发起攻击，打手站着不动，硬扛了几拳，
这种抗击打能力非同小可。随着反击开始，阿健瞬间被打破防守，幸好金代表没有打算真的杀人，他欣赏这种有韧性的年轻人，希望阿健能加入他的团队。但阿健的回应是一口带血的唾液，有这么多手下在场，这让他很没面子。他从小腿上拔出匕首，在阿健的脸上划了一刀，就当是一个小小的教训。随着金代表离去，阿健的母亲急忙将他送往医院，幸好伤势并不严重，简单包扎后即可离开。阿健表面上看似平静，但那只是表面，这份耻辱他铭记在心，总有一天他会讨回公道。在复诊时，医生建议他做个小型整形手术，否则会留下疤痕，但这种手术并不免费，家中还欠着一屁股债，哪里有钱去做整形？阿珍建议他报警处理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但是金代表警告他不许报警，否则他会对阿健的母亲下毒手。以金代表的能力，这绝不是吓唬人的，他不敢冒险用母亲的生命去赌。阿珍查看了贷款合同，发现合同充满了陷阱，每周需要支付本金的10%作为手续费，总共借了5000万，每周的手续费就是500万，如果没有按时付款，利息会翻倍，从5%涨到20%。这些字眼写得特别小，不仔细看基本看不出来。阿珍在这个行业干了几年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害人的手段，这已经超过高利贷，简直是诈骗。可惜合同是黑白分明的，阿健的母亲是自愿签字的，加上金代表的手段，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只能硬着头皮接受。摆脱困境只有一个方法，一次性还清债务。阿珍求助于他以前的老板，希望以1%的利率借给阿健一笔钱。阿健对此感到有些感动，老板很爽快，可以借钱，但有一个条件，阿珍必须回去帮忙工作。疫情期间借钱的人多了，他们这个行业人手紧缺，看到阿珍有些为难，阿健主动拒绝了。虽然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，收债的过程总是暴力的，借钱的大多是穷困的老百姓，他们俩都不忍心下手，只好婉拒，寻找其他解决方法。刚好有人在招人，是崔社长的人，这人也是海军陆战队出身，和阿珍有些交情。阿珍一直把他称作前辈。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，在高利贷行业中只有一位真正的大佬，人称老方，金代表就是老方的手下，老方的下面就是崔社长。据说只有崔社长见过老方的真面目。最近崔社长在招新人，他面试了好几次，但没有一个人符合要求，连基本的人品都过不了关。但这2个后辈让他看到了希望，他们人品好，而且能打。阿珍有相关工作经验，阿健则没有。另一边，贤珠在跟踪一个被称为流浪汉的大叔，他发现他们用身份证向金代表的人借钱。崔社长对此并不感到惊讶，这都是很多年前就有的老把戏。他年轻时遇到过一个用残疾人身份证借高利贷的人，一口气借了超过70亿，逃到了菲律宾。贤珠不太理解这种事，按崔社长的说法，受骗的其实是那些放高利贷的人，严格来说他们都是崔社长的后辈。他问崔社长是否打算管这些事，如果是10年前，崔社长肯定会介入，但现在他已经半退休，不再干涉江湖上的事。而且那些后辈也不是白吃的，像当年那个卷款逃跑的人，后来被高利贷主召集的猎犬处理了。如果那位流浪汉大叔敢逃跑，他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。不久之后，崔社长收到了阿健和阿珍的详细资料，他对阿健更感兴趣。他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，虽然贤珠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他一直把贤珠当家人看，现在正在培养他作为接班人。不过这行业对女孩子来说有点危险。阿健的工作是当贤珠的保镖，不需要去收债，只需确保贤珠的安全。阿健在各方面都符合崔社长的要求。听说阿健急需用钱，崔社长立刻派人去帮助他，一共1亿，正好可以还清债务，不需要有任何心理负担，就当是提前支付2年的工资。阿健这么大了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钱，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好的人，感动之下他忍不住流泪。同时金代表准备和洪理事会面，他们准备推进一项酒店项目。他的妻子提醒了他一下，金代表是个心机很深的人，过去在夜店工作时见过他几次，那时候他的合伙人和洪理事一起吃饭，他们聊到了一些政客的坏话。几天之后，警察、检察官和税务局开始接连来访，夜店很快就无法继续营业了。金代表并不觉得意外，洪家的人际关系网非常复杂，家里人在多个政府部门担任要职，有可能被合伙人批评的政客就是洪理事的某个亲戚，只能怪自己说话不小心。老婆提醒过后，手下也开始提醒，洪理事带了一个人过来，这个人是他警校的前辈，同时也是现职警察。金代表告诉他保持冷静，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都要忍耐到底。一见面他们就开始喝酒，喝了几杯后，洪理事开始引入正题，如果慧儿醉酒闹事，这位警察哥哥得拦一拦。警察直接表示让他放心，有问题就直接逮捕。这话有点双关意味。金代表表现得很克制，继续陪着他们喝酒。不一会儿3瓶酒就喝完了。洪理事趁着酒劲问金代表是否很富有，能不能拿出1000亿。这让金代表如何是好？难道说自己拿不出来吗？只能回答没问题。
洪理事直接明说，他已经让人调查过了，金代表名下的公司加起来都不到500亿，他在这边扮演严厉的角色，警察在旁边充当好人，以金代表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连500亿都凑不出来？不行就找国税局的熟人查查，他交的税绝对超过500亿。金代表这边不敢多说，只能保证资金方面绝对没问题。洪理事继续刁难他，他说他已经问过自己的母亲，当年送钱的那个人40多岁，如果那人是金代表，怎么20多年过去了，一点都没有变老？看起来当年送钱的应该是崔社长。金代表面色难看，这次连警察也不再做好人了，反而在旁边火上浇油，都是曾在监狱改造过的人，怎么还是没改掉满嘴谎言的毛病？金代表仍然坚持忍耐到底的原则，让他们随便嘲笑自己，看着他们达到目的。洪理事直接摊牌，说他已经找到资金，不需要金代表了，顺便再讽刺一下，这脸上的疤是辛苦赚钱留下的吧？他虽然没有当场发作，但这口气肯定是要出的。第二天早上，阿健来到崔社长这里报道，阿珍也跟着来了，他没什么事做，想试试能不能留下来工作。没想到崔社长挺好说话，同意让他留下，但先声明，虽然过了崔社长这一关，但他们要保护的是贤珠，必须得到贤珠本人的同意，雇佣关系才算正式确立。阿健顿时感到头痛，钱都用来还债了，如果贤珠不同意怎么办？崔社长只能给他加油鼓劲。贤珠一会儿就到，他们可以在这里等，崔社长还有其他事情不陪他们了。两人趁机四处看看，看到了贤珠的照片，阿健一半信心都没了，他和贤珠有过不愉快的经历，这关可能难过。阿珍意外地发现书架上的书全是摆设，里面全是现金，本以为只有这一本是这样，没想到全部都是这种情况。一个盒子能装1个亿，这么多盒子加起来是多少亿啊？两人还没数完盒子，贤珠就到了。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，听说两人是来保护自己的，贤珠立刻要他们离开。阿珍本来想反抗一下，但越挣扎贤珠越反感，无奈只好放弃。阿珍虽然能放弃，阿健却不能。崔社长已经预付了2年的工资，如果贤珠不雇佣他，他这辈子都无法还清债务。听说他有困难，还和金代表有关系。贤珠的态度软化了很多，最终同意让他们加入。他正在调查一个流浪汉大叔，崔社长给那些没钱治病的人提供无息贷款，大叔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，从崔社长这里借了1000万，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用了半年时间才找到这个人，发现大叔在街边乞讨。他本以为大叔真的需要帮助，打算晚些时候去帮他，不料天黑之后，大叔开始抢其他流浪汉的身份证，拿去借高利贷。今天的任务是跟踪观察，确定大叔一晚上能抢多少身份证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干预，否则会影响后续的计划。两人迅速投入到工作中，悄悄地跟在大叔后面，不管是骗还是抢，两人都只能远远观察。但大叔竟然违反道德，竟然直接动手打人。阿健忍无可忍，立刻冲上前去阻止。本来只想让大叔离开，但大叔出手太狠，那个流浪汉流了很多血，如果不叫救护车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在救人和工作之间，两人毫不犹豫选择救人。贤珠虽然很生气，但冷静下来后细想，觉得两人的做法是对的。如果为了抓坏人牺牲好人的话，最后和坏人有什么两样？同时，大叔向金代表那边的眼镜汇报了情况，他们被人跟踪了，没能看清追踪者的长相，只知道对方很年轻，看起来像是练过武的。至于为什么会被跟踪，可能和之前的借款有关。在为眼镜工作之前，他曾经向某处借过钱，因为那些人没催他还款，他就没当回事。没想到那些人最近突然来讨债，来讨债的人戴着帽子，帽子上有红色的猫图案，袭击他的人也戴着同样的帽子，这应该不是巧合。眼镜已经了解了情况，只想知道他从哪里借的钱。这件事大叔不敢隐瞒，立刻告诉了眼镜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健和阿珍准时来到书店，简要说明了昨天的情况。被打的流浪汉的身份证被大叔拿走了，大叔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，上前和流浪汉搭话，结果双方发生了打斗，流浪汉孤身难敌众人，很快就被打倒在地，他们这才上前帮忙。阿珍非常好奇，一个身份证能办多少贷款？大约5000万韩元。这么看来，抢走10个身份证就能有5亿。大叔至少做了半年这种事，估计赚了不少。高利贷业主难道就这样放任大叔为所欲为？他们也没办法，业主做的也是非法的，报警什么的他们根本不敢，只能自认倒霉。提到高利贷业主，贤珠想到了一个主意，找到那些被大叔骗过的业主，帮他们追回大叔借走的钱，并从中抽取佣金，即使只收1%也能赚到30亿。这个目标太小了，至少得从2%开始。两人聊得很开心。阿健突然想到，如果高利贷业主遭到欺骗，那么向他们借钱的人就会更加难上加难。说到底，最大的损失还是落在开店的人身上。正在讨论时，监控里突然出现了2个人影，是大叔和眼镜。贤珠立刻关上门灯和手机，放大了书店门口的监控画面。大叔记得没错，就是在这家书店里借的钱。眼镜往里面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发现。
让大叔踢了踢身后的门，又踢了踢书店的门。两个门的声音不一样，书店的门似乎更加坚固，猜测金库可能就在这里，看来需要用重型设备来破门而入。临走前，眼镜注意到了监控摄像头，在摄像头前直视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三人这才稍稍放松了，怀疑是昨晚的跟踪事件。但如果是因为昨晚的跟踪，大叔为什么不立刻采取行动，而是等到现在才来？还有个疑问，大叔明明见过阿健和阿珍的身手，如果今天来的是为了袭击，他应该会带更多的人来，不可能只有2个人。可见他们也不太确定这边的具体情况。但从今天这趟来看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明白一些事情。现在讨论这些已经没用，关键是要查清楚他们是怎么知道书店的情况。这点贤珠很清楚，大叔借钱的时候来过这里，但问题是大叔怎么知道阿健和阿珍和书店的关系？说到这里，阿健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之前贤珠追踪大叔的时候，他一直跟在后面。贤珠那时戴的帽子和他昨晚戴的帽子是一样的，大叔可能因此发现了书店，才来到这里。阿珍不理解大叔为什么要踢卷帘门，这其实很容易理解。书店的卷帘门不是铝制的，而是由钢铁制成的，踢门是为了确认门的材质。这时候崔社长突然来访，他看到有人前往书店，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。贤珠详细的解释了情况，高利贷业主愿意出钱抓住大叔，他是唯一能抓到大叔的人，这笔交易没有理由拒绝。大叔正在进行不法行为，崔社长却置若罔闻，明明只需下令给姓黄的就可以轻松解决大叔，但崔社长却不愿意这么做。阿健脸上的伤是因为这些人，大叔骗走了高利贷业主的钱，业主只能压榨那些无钱无势的人。崔社长一直在帮助穷人，但现在看来这毫无效果，钱最终都流入了那些人的手中。如果崔社长真的想帮助穷人，即使不愿意也应该抓住像大叔这样的人。大叔只是个小角色，崔社长想知道是谁打伤了阿健，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是微笑资本的一名代表，名字阿健不清楚，只知道他左脸有条长疤。听到这里，崔社长显得有些震惊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让他们3人先回去休息。3人刚离开，崔社长就坐到桌子上，急忙让吴老头查一下那个代表是否叫金明吉。看来崔社长和金代表之间有些故事。3人组离开后，找了个地方去吃饭。阿健对贤珠和崔社长的关系感到好奇，贤珠并没有隐瞒，他们虽不是亲人，却如亲人一般。贤珠8岁时患了脊髓癌，虽然10岁那年痊愈，但他父亲却去世了。此后他就在不同的保育院生活。17岁时，他来到了崔社长建立的保育院，崔社长教他学习剑道和骑摩托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跟随崔社长。另一方面，红李市去洗车店洗车，员工悄悄联系了林市长。林市长是金代表身边的一个警校出身的手下，他之前叮嘱要留意的车辆到了。林市长接到消息后，立即前往洗车店。这时，洗车店突然冲进来一帮人，他们对红李市进行了殴打。林市长到了之后更过分，他拿出相机要求红李市脱光衣服。红李市不愿意，打手过来把红李市按在地上，向红李市口中灌洗车液，直到红李市同意脱光衣服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林市长向金代表发送信息，按照指示制造了重大新闻。金代表看后非常兴奋，吴老头已经查到了微笑资本的代表，正是他们认识的金明吉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崔社长的思绪回到了过去。他曾开过一家公司，因个人原因，公司将在月底关闭，他不会亏待员工，承诺给员工额外1年的工资。金代表也是其中一名员工。看着崔社长办公室的保险箱，金代表生了贪念，当晚派打手带着开锁工具潜入办公室。崔社长得知后立刻赶到公司，速战速决制服了2人。没想到金代表在背后下黑手，趁他不备给了他2刀。他忍着伤痛与金代表搏斗，金代表脸上的疤痕就是他留下的。被打昏的打手突然醒来，看到金代表受伤，抓起崔社长就是一顿暴打，然后把他从楼上扔下去，拿走了保险箱里的钱，准备焚烧公司。临走前向窗外望了一眼，原本躺在地上的崔社长已经不见了。金代表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打火机一点，火光跳动，公司被一场大火彻底烧毁。吴老头的声音打断了崔社长的沉思。贤珠来找他，他想知道他的决定。事情他已经考虑清楚，不再插手大叔的事，书店也得搬迁。他感到自己老了，也很累，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与那些人斗争。在余下的日子里，他只想教贤珠一些技能，然后安静地过完晚年。贤珠虽然不明白崔社长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但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。同时，金代表来到了码头，打开了一个集装箱。近期货币价值波动，黄金的价值必将上升。他打算将手中的秘密资金换成黄金，黄金融化后可以与其他类型的金子混合，这样就能洗白钱。这是他从崔社长那里学到的。说实话，他一直后悔，不是后悔偷了崔社长的钱，而是后悔没有偷走崔社长藏的黄金。眼前的金块每块价值5亿，如果他们在韩国的生意出现问题，他就会带着这些黄金逃往越南。他已经在越南政府中安插了人脉，这些黄金足以让他和手下在越南享受国王般的生活。
另一边，三人组去阿姨家吃饭，没想到阿姨家被人砸了，原因是因为阿姨借了高利贷，这应该是大叔的所为。阿健经历过同样的事，他无法坐视不管，决定去抓大叔。虽然崔社长不让他们插手，但贤珠不是那种会乖乖听话的人，他准备和阿健、阿珍一起行动，如果能从中弄到一些钱，还能用这些钱帮助阿姨。没有犹豫，立刻行动。三人当晚就开始了行动，来到了大叔的藏身之处。但大叔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们的车一出现，大叔立刻发现了，马上联系了眼镜。眼镜提出了解决方案，建议大叔和手下2小时后再行动。时间到了，大叔带队出动，三人紧密跟随，跟到了地铁站。阿健和阿珍负责尾随，贤珠负责外围接应。但三人没料到，大叔设下了诱敌深入的陷阱。看到一大群人向地铁站走去，贤珠赶紧给崔社长打了求救电话。地铁站内，阿健和阿珍已被围住，看来只有拼命一战。眼镜随后赶到，一见到阿健，他立刻转身离开，吩咐手下去查阿健妈妈开的咖啡馆的地址。阿健的妈妈，阿健那边已经动手了。虽然敌人众多，但阿健和阿珍功夫了得，很快就将一众敌人打倒。打完之后，三人急忙撤离现场。阿健这边算是安全了，但阿健的妈妈那边出了问题。大叔带人潜入阿健家，把阿健妈妈弄晕，准备带走阿健妈妈。刚走到门口，就遇到一个神秘人。神秘人二话不说就开始打。大叔见状不好，趁手下缠住神秘人时，抱起阿健妈妈就跑。神秘人迅速制服了手下，紧追不舍地追赶大叔。大叔只好放下阿健妈妈，确认阿健妈妈安全后，神秘人继续追赶大叔。追上后对大叔痛下杀手，然后割断了大叔的脚腱。同时，阿健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立刻赶往崔社长家。神秘人也到了那里，看来神秘人是崔社长派来的。这位神秘人会不会是贤珠之前提到的姓黄的那位？崔社长严厉地斥责了三人一番，从今往后，事情将由成年人来处理，三人无需再插手。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输赢比赛，这是关系到生死的事情。崔社长不希望他们三人的生命受到威胁，让阿健和阿珍离开，对贤珠下达了命令。阿健的家已经不再安全，第二天将阿健的妈妈送往岛医院。看着贤珠离去的背影，崔社长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神秘人突然说话，他会处理这件事，毕竟这事应该早就解决了。第二天他会通知另一人一同行动。既然决定解决，就必须了解金代表身边都有哪些人。这个吴老头负责调查。第二天金代表来医院了解情况，大叔的脚腱被刀割断，手下的肩膀上的所有肌腱也被割断。听到这些情况，金代表明白对方是谁了。崔社长以前在企业界放贷，应收账款超过100亿，当时的施工单位等地方都有黑社会背景，因此崔社长聘请了5名打手，在1天之内就端了一个黑社会组织。自此崔社长声名大噪，即便是大规模的黑社会组织也对崔社长的打手敬畏3分。金代表推翻崔社长后，第一件事就是除掉那5名打手。趁他们分开的时候，他找了2个帮派去行动，但即便如此也只除掉了3个，没能除掉崔社长的左右手。左手金代表曾见过一次，那人骑摩托动作极快，右手金代表未曾见过，只听闻过一些传说，能单挑20个黑社会成员，并使对方残废。他擅长使用双刀，1分钟内能连刺上百次。看来这位神秘人就是金代表口中的右手，也是贤珠提到的姓黄的那个人。神秘人提到的另一个应该是左手，难怪崔社长这么有底气。而且崔社长手上的资金至少也有500亿，正好可以用来补足开设赌场的资金。金代表下达了命令，让林市长和打手潜入书店，把所有的钱都偷走。金代表这边的计划很周密，崔社长那边也在积极行动。吴老头已经查出了金代表身边的人，眼镜是微笑资本的销售理事，有6次欺诈前科，已经查到了住址和车牌号。林市长是微笑资本的市长，在警校期间因骚扰女性被开除。看来金代表很精明，专门挑了个了解警察行动模式的人，帮他们避开警方的调查。打手的信息还未查到，左手负责处理眼镜，行动定在明晚，直接解决掉就行。右手负责对付金代表，但暂时不会采取行动，先进行跟踪。书店的现金需要尽快转移，金代表已经得知，肯定会对现金下手。他们这边人手不足，现金需要3人组来转移，时间定在凌晨4点。右手事先准备好1辆车，等到指定时间，3人开着2辆车到达书店。一箱箱搬钱太费劲，需要找个推车。推车在地下仓库有，阿健和阿珍去取推车。贤珠开始装钱，突然听见外面有声响，他看了一下监控，发现打手正向仓库走来。他立刻出门通知2人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，结果被林市长一棍子打倒，还被电晕过去。林市长把贤珠扛上楼，贤珠此时已经醒来，趁林市长不注意咬了他一口。林市长痛得将贤珠从楼上扔下，贤珠抓住机会立即逃离，跑到书店门口，将手从背后移到前面，拿出甩棍与追过来的林市长打斗，最后将林市长打倒。找到了钥匙，把林市长锁在管道上，转身向仓库走去。
此时阿健和阿珍已经和打手打起来了，打手本来很厉害，但无法抵挡两人默契的配合，被打得毫无反抗之力。打手不知怎地拿到了铁锹，局面突然完全逆转，阿珍差点被打手打死。阿健冲过去一拳，打得打手耳膜出血。打手想要反击，阿健不给他反击的机会，猛烈攻击他。如果不是阿珍拉住，打手今晚可能就没命了。将打手打晕后，两人赶紧找东西把他绑起来。此时贤珠也出现了，三人迅速推着车向书店跑去。途中发现林市长不见了，看来他破坏了管道逃跑。他们必须加快速度，防止林市长去找帮手。他们正在装钱时，林市长联系了金代表，报告行动出了些小问题，打手下落不明，他的脸和嘴巴被撕裂得很厉害，说要去医院。金代表不关心他的死活，命令他召集手下，迅速解决这三人。此时书店的钱已经运走，贤珠突然想起还有金库，金库里至少有几十亿。阿健负责在外面接应，贤珠和阿珍去搬运金库的钱。阿珍到了金库才知道，这里不仅有金条，还有美元。装上这些之后，两人马上出来。阿健的车装不了这么多，只能装到贤珠的车里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林市长带着帮手出现了，双方在街上展开追逐。阿健车上的钱较多，所以贤珠负责对抗追来的人，用力撞翻了一辆车。原本打算将这辆车推到中间，用来阻挡后面的车，结果他们的车突然熄火了，两人只能背着金子跑。阿健看到了两人，立刻清空副驾驶的钱，为他们腾出位置。后面的打手追上来了，两人并不是舍命要钱的人，扔掉手中的金条，拼命向前跑，最终在最后一刻跳上车。崔社长那边接到了消息，立刻松了一口气，金子没有了没关系，人安全就好。听说打手受了伤，崔社长马上想到一个办法，受伤了就需要治疗，像打手这种人不敢去正规医院，医院可能会报警，金代表那边肯定有安排，只需悄悄跟在后面。这件事交给左膀处理。他很快就找到了地方，但完全没想到金代表的警觉性很高，他怀疑逃脱的打手是诱饵。崔社长想借此机会找到他的基地，从而一举摧毁他。医院那边需要增派人手，另外还需要戴上眼镜。眼镜这个人比较胆小，而且经常公开露面，以崔社长的手法和眼镜的性格，他被出卖只是时间问题。另一方面，崔社长找阿健谈话，昨天转移了这么多钱，之前的那1亿就当是辛苦费，接下来的战斗涉及私人恩怨，风险也会大幅增加。崔社长不想连累阿健，打算再给他一笔钱，让他带着母亲去其他地方开店，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。对崔社长而言，这些钱微不足道，对他来说却是天文数字。崔社长曾救过他一家，这份恩情他永生难忘。现在崔社长遇到困难，正是他报恩的机会，怎能在这时候逃跑？更何况对手是恶名昭彰的金代表，他与金代表还有私人恩怨。既然他已经决定，崔社长也就不再坚持，但依然叮嘱一句，要小心，以保障个人安全为先。3个年轻人和2个老前辈聚在一起，讨论接下来的计划。他们比较仁慈，没有打算一味杀戮，而是选择走法律程序。被金代表害死的人不在少数，善后通常由打手处理，不是用暴力威胁，就是用钱收买。只需将打手抓回来审问，找到1、2具尸体，就能将金代表送进监狱。捉拿打手要从医院开始。右臂预测了金代表的预判，没有打算冲动行事，而是让左膀先行动对付眼镜。如果左膀身边有埋伏，说明医院也有埋伏。行动前要进行特训，贤珠跟着左膀提升机动性，真剑兄弟跟着右臂学习，掌握刀法技巧，学习如何通过刀法判断对手实力。夜幕降临，右臂和真剑兄弟来到医院附近，左膀和贤珠也开始行动。目标人物出现，左膀骑着摩托车，一刀划伤眼镜的脖子。躲在暗处的小弟立刻出现，准备将人送往医院。左膀还没撤退，就被埋伏的小弟偷袭。贤珠立刻前来支援，幸好人不多，而人不多正是他们的优势，这也让左膀降低了警惕，只以为那是眼镜的私人保镖。右臂那边得到了消息，带着2个兄弟闯进医院，一到电梯口就碰到了林市长。既然遇到了，抓他也可以。3人马上冲上楼梯，迅速地将他抓走，然后开始逼问。本来不打算让贤珠参与，但崔社长打电话过来，特意强调要贤珠在场。2位老前辈动作很狠，贤珠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，立刻感到胃翻腾。他不明白崔社长为何要他在场，可能是为了锻炼他的心态，毕竟这是迟早要面对的。接下来由崔社长亲自出马，开始瓦解林市长的抵抗。在崔社长看来，林市长不像打手那样莽撞，也不像眼镜那样只有谋略，他留在金代表身边只是为了钱。出身警校的他肯定有备而来，一旦金代表对他不利，他肯定会带着钱逃走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崔社长此时只需做一件事，拍下他现在的照片，告诉金代表他已经全盘托出。凭他的现状，金代表会相信的。接下来的步骤，他应该比崔社长更清楚，让所有搜查的人回归，然后派一条猎犬来解决他。按照猎犬的作风，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。
金代表也不关心解释，信任已经破裂，解决他是最好的选择。崔社长的话直击他的心，他立刻变得理智丧失。崔社长提醒他保持清醒，还有一条生路，只要坦诚一切，崔社长会给他一大笔钱，还会帮他找个安全的地方，确保他后半生安稳。这是对他来说最好的结局。本来就计划退出江湖，现在只是提前实施计划，而且方式更为安全。他提供的情报极具价值。金代表和洪理事共同投资了酒店，后来金代表被排挤出局，他被派去给洪理事制造麻烦，拍摄不雅视频进行威胁，这是金代表经常使用的手段。他拍过很多这样的视频。金代表卧室有个保险箱，需要用右手静脉才能开启，还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操作，可以迅速销毁箱内的内容。那些视频就存储在这个保险箱里。金代表身边的核心人员，除了他们已知的那些人，还有一个外号叫屠夫的人。屠夫曾在拳击比赛中致人死亡，处理尸体通常由屠夫负责，屠夫在这方面很专业。崔社长还想知道金代表藏匿的金条在哪里，这个他不知道，得问那个打手。他不清楚打手和金代表的具体关系，只知道两人是在监狱里相识的，两人关系非常深厚。打手是金代表唯一信任的人。屠夫的事情右臂有所耳闻，屠夫处理尸体的方法很专业，先将尸体煮几天，待骨头软化后直接磨碎，然后全部倾倒入海，这样连尸体的残渣都找不到。崔社长对金代表的恨不仅仅是因为私人恩怨，当年他借钱给生病的人，承诺的是无利息，还款时间可以无限期延长。后来贤珠的父亲自杀了，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。贤珠的父亲一直很努力工作，几乎是为了女儿拼命，突然自杀让人难以理解。他让手下去调查此事，不久又有一个借他钱的人自杀，调查结果很快出炉，金代表背后对借款人施压，以他的名义暴力收取手续费，直接把人逼死了。金代表是他亲手培养的，那些死在金代表手上的人，他也有责任。所以这次要和金代表开战，不仅仅是为了清理内部，还要为那些无辜者报仇。金代表将洪理事作为人质，让那个警察利用职务便利查找那辆肇事摩托车的去向。警察很快办完了这件事。金代表接到了消息，立刻带人赶到了现场，发现那2辆摩托车就在这里，这证明来对地方了。屋内虽无人，但找到了一张左膀的结婚照，随后找到了拷问林市长的地方。现场的痕迹让金代表明白2件事：一是崔社长使用了拐杖，二是林市长被拷问过，他只能往最坏处想。林市长已经说了一切，那个人必须处理掉，必须尽快解决。这时手下找到了左膀的身份证，身份证上有地址，他立刻带人前往该地址。行动前提出了要求，可以适度使用暴力，但不能将人打死。敲门声吓醒了左膀的妻子，左膀昨晚喝了些酒，现在睡得很熟，妻子叫不醒他，只好自己去看。他还怀着孕，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？幸好妻子还算机警，没有直接开门，先询问来人身份。对方称是楼下住户，说是因为天花板严重漏水才上来的。妻子通过猫眼观察，虽然对方戴着口罩，但看起来只有一个人。戴口罩在疫情期间很正常。犹豫片刻后，妻子准备开门，门外的人已做好准备。这时左膀醒来，阻止了妻子开门，看了一眼外面的情况，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，打开卧室窗户往外看，虽然下面没有人，但也不能跳下去。老婆还怀着大肚子，他自己逃也不行，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他的老婆。最好的办法是保持冷静，让老婆打电话报警，然后就待在房间里不出去。他来拖延时间。外面的人开始采取强硬措施，他锁上卧室门，用家具堵住门口，准备拼命一波。可惜对方人太多，根本打不过。对方动手非常狠，直到他完全没了抵抗力，对方才停手。老婆在里面听着外面的喧闹声，默默流泪。金代表并没有难为左膀，只要他说出右臂的下落，就会放过卧室里的女人。要选择老婆和孩子还是兄弟？左膀陷入挣扎。第二天早上，崔社长那边一片欢笑，他们不知道左膀已经出事，危险正在逼近。吃完早饭后，右臂前往餐厅，看到警报系统被解除，他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员工早到了，不知道员工已经被杀。餐厅里一片寂静，但他还没意识到危险，直到换好衣服见到金代表。金代表虽然没说话，但他明白这是因为动了左膀的女人，否则左膀不会出卖他。按照金代表的性格，不杀的承诺是空话。他从墙上拿下2把刀，准备为兄弟报仇。金代表敢单独出现，肯定是准备充分，不仅手上有刀，鞋上也装备了刀。几招之后就让右臂受伤，没想到金代表不仅进攻厉害，防守也很到位。右臂抓住机会想要一击致命，竟然刺不进去，反而被金代表连续捅了几刀。既然小刀不管用，那就换大刀。金代表稍微一愣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大武器。拿出大刀后，右臂立刻扭转了局势，狠狠地给金代表来了一刀。可惜身上的伤太重，战斗力大幅下降，最后还是被金代表反杀了。随着左膀和右臂的死亡，崔社长完全落入劣势。金代表的手下已经找上门来，阿健和贤珠在外头，家里只剩崔社长和阿珍。
对方人多，守不住，只能避开锋芒，躲到地下室去。但金代表的人已经冲进来了。阿珍把崔社长送进电梯，自己留下来断后。可是人实在太多，应付不过来，而且还有超级厉害的打手和少言寡语的屠夫。崔社长在下面也没闲着，从保险箱里拿出手枪，下来一个打一个。屠夫在上面和阿珍单挑，一招锁喉，再补一刀，让阿珍完全失去了战斗力。打手在下面对付崔社长，虽然子弹有限，但没人愿意去送死，一直拖延也不是办法。打手拉了一个人来挡子弹，成功靠近崔社长。这下没法玩了，打手也不客气，让崔社长彻底瘫痪。战斗结束后，金代表进场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崔社长，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。说实话，他很感激，毕竟是崔社长教他如何在这行里生存。但感激归感激，该死的还是要死。保险箱里是崔社长多年的积蓄，这些都归他了。不久后，阿健和贤珠回来，看着冒烟的房子，立刻感到不妙。两人不顾危险冲进火场，阿珍还在叹气，被阿健救了出来。崔社长已经彻底死了。看着失控的贤珠，阿健抱起他就往外走。他们把阿珍送到了医院抢救，手术虽紧张，但顺利完成。阿珍总算是保住了性命。贤珠深陷悲痛之中，难以自拔。冷静之后，他选择悄然离开。不久后，阿健和阿珍在海边的小屋出现，两人日夜不停的训练。他们这么做全是为了给崔社长报仇。对于他们的行为，吴老头既感无奈，也觉得欣慰，但他还是试图劝说他们。崔社长已经去世，左膀右臂也都已去世，两人如果回去只是自寻死路。阿健对此却不同意，他相信自己能够战胜金代表。崔社长曾经说过，只要集结所有被金代表害过的人，就能够战胜金代表，而且他们现在实力非凡。阿珍的实力已大为提升，对付金代表应该不成问题。尽管如此，吴老头还是反对他们的做法。当他们去墓地向崔社长告别时，收到了贤珠的来信。贤珠已经去了国外，崔社长的死让贤珠感到非常内疚。留在韩国总是会想起崔社长，这让贤珠感到难以承受。你可以说他自私，或者说他胆小，他并不在意。他将在异国他乡永远怀念崔社长。看了贤珠的信，吴老头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他不再阻拦阿健和阿珍，把崔社长留下的最后一些钱交给他们，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事业。吴老头已经安排好了住所，他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就这样，阿健和阿珍开始了复仇之路。他们首先来到了住所，这个住所是吴老头的孙女借给他们的，这让他们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孙女离开后，两人简单的梳洗了一下，开始制定作战计划。首先寻找盟友，然后抓捕大叔，从大叔那里获得线索。盟友是谁？是曾被林师长侮辱的洪理事，但洪理事是亚业集团的继承人，他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可能轻易见到他？这对阿珍来说不是问题。阿珍有办法联系到以前的老板，老板曾被微笑资本欺骗，他是这一代的领军人物，只要老板出面召集，就能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，目的是追回被骗的钱。但微笑资本的势力非常强大，如果操作失败，那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，老板的命都可能不保。老板比较珍惜生命，因此绝不会加入他们。阿珍还想继续劝说，但被阿健阻止了。看老板的态度，他们再怎么说服，老板也不可能改变主意。不如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还不如去找其他的盟友，去找曾介绍他们的前辈。但前辈的情况也不好，前不久他被一个女人请去收债，让他去收账，一共100亿，如果成功给他50%的报酬。他一时兴奋，没注意合同上有陷阱，如果1个月内没收回款项，就要支付总金额的1半。他无力支付，现在就成了这副模样。当知道幕后黑手是金代表后，前辈非常愤怒。这时阿健又告诉他一个消息，崔社长被金代表害死了，连同他的左膀右臂。前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以为两人在开玩笑。看到两人严肃的表情，前辈这才相信，其实他并不是不信，他只是不愿接受这个事实。处理完前辈的事情后，阿健和阿珍来到了大叔的藏身处，轻而易举地带走了大叔。大叔已经被吓坏了，只要他们不动手，大叔什么都愿意说。几天前他偷听了李氏的电话，听到李氏的名字，阿珍感到非常好奇。微笑资本不是只有那一个李氏吗？他不是已经被杀了吗？怎么又出现了一个李氏？大叔提到助理的名字后，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人没死。真是那句老话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千年。大叔听到金代表在讨论协议书的事情，和亚裔集团有争执。自从和警察关系好的林市长消失后，金代表又找了一个警察，这样做是为了自己方便。他们最近计划收购一个高尔夫球场，大叔知道的信息仅此而已。为了防止大叔玩两面派，阿珍拍下了大叔的照片，警告大叔不要乱说话。其实大叔也讨厌微笑资本，他们每次让他做事只给很少的钱。说实在的，大叔也希望微笑资本倒闭，如果需要他帮忙，只要说一声就行。回到家后，阿珍上网查询了洪理事的 MSM， 他有50万粉丝，还查到了他的详细资料。真是意外的发现，轻松得到了想要的信息。与此同时，今天约了洪理事见面，
洪理事因为有饰品在金代表手中，不得不对金代表非常恭敬。这次见面是为了让他交出协议书，但家里的生意不是他能做主的。还没等他说完，金代表就上前暴打了一顿。打完之后，让人把洪理事丢在路边。如果这周5之前不带来文件，金代表就会把视频公开，然后干掉洪理事，伪造一段洪理事的视频，制造他跳楼自杀的假象。洪理事感到非常憋屈，坐在车里大声哭泣。这时他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，问他是否想对付金代表，如果愿意可以帮助他，而且他们还知道洪磊是视频硬盘的位置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洪磊是决定去见一见，将两人约在酒吧见面。这次和以前一样，带上了警察哥哥。警察哥哥还是老样子，在谈话前先喝几瓶洋酒，本打算用酒来试探阿健和阿珍，没想到他们先喝得烂醉如泥，然后把他们带回了家，顺便制定了计划。警察哥哥会请一个电脑高手来，找回金代表带有视频的手机，销毁手机里的内容。时间定在星期5，主要行动人是洪领事。看来喝酒不一定会误事，反而可以帮忙成事。警察哥哥很快找到了帮手，警员简单介绍了一下之后，立刻开始制定计划。首先是要删除洪理时的视频，有2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。第一种是利用无线网络，具体怎么做呢？在交接协议书的会议室安装一个干扰器，使接待处无法使用移动网络，只能连接到他们的无线网络。一旦接待处的设备连上了无线，电脑高手就能侵入接待处的手机，然后随心所欲的操作。第二种方式是利用2维码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进入大楼都需要扫描个人2维码，因此他们计划在入口挂上特制的2维码，让金代表用手机扫描，只要金代表扫描一下，电脑高手就能侵入金代表的手机。为了防患未然，2种方法将同时进行。洪理事需要做的是让金代表尽可能多使用那条路线，因为高手需要时间来调取资料，幸运的话可能还能找到金代表的犯罪证据和同伙。为了不再被金代表威胁，洪理事只能勉强去做。时间很快到了中午，金代表按约定出现在亚裔集团大楼，金代表没有丝毫怀疑，直接扫描了2维码，高手成功侵入了系统。但奇怪的是，手机里石膏也没有，更不用说阿健和阿珍提到的保险箱应用了。这个消息是从林市长那里得知的。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林市长不可能说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金代表带了2部手机，伪装成保安的警员注意到了这一点。果不其然，金代表进门时用来扫码的手机是黑色的，而现在在会议室里，金代表的手机是银色的。幸亏他们准备了2种方案，只要银色手机一连上无线网络，也能找到视频。洪理事忍不住了，直接离开了会议室。我到了监控室了解情况，得知金代表有2部手机后，胡理事变得焦急，他们马上就要白忙一场了。如果拿不到视频，阿珍有个主意，当初连市长是用手机录的视频，应该把视频发给金代表。洪理事可以在协议书盖章前强烈要求删除视频，虽说容易，但洪理事做不到。被金代表威胁这么久，董理事光是看着金代表，手就会因恐惧而颤抖，更不用提要求金代表了。警察哥哥鼓励他加油，相信他一定能做到。如果情况不妙，哥哥会立刻冲进来，即使事情闹大，哥哥也会调动家族所有力量保护他。有了哥哥的承诺，洪理事终于鼓起勇气，再次走回会议室，按照阿珍提供的方法，要求现场删除视频，并且亲自操作。这一点金代表无法接受，洪理事坚定了态度，如果金代表不允许他亲手删除，那他就不签协议。难道金代表真以为他的家族会容忍金代表的欺负？他坦白地告诉金代表，他觉得很丢脸，一直都是他自己在处理。如果金代表不让他亲手操作，他不介意告诉家族，顺便警告金代表，他姨妈是国税局的局长，他只需一个电话，明天就会有人调查金代表的公司。这个威胁非常有效，金代表只好交出手机。洪理事立即接入无线网络，高手开始行动，很快找到了视频，启动彻底销毁程序，接着寻找其他证据，准备将金代表送进监狱。阿健和阿珍非常兴奋，终于处理掉了这个恶魔金代表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两人开始询问崔社长，问林社长金条的位置。连市长说，除了金代表外，只有打手知道金条的具体位置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如果警方没有抓到金代表，金代表肯定会带着金条逃跑。两人不允许这种事发生，决定去追捕金代表。晚上金代表刚好回到家，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，打开保险箱一看，存有原视频的手机已被毁坏。金代表极为愤怒，立刻打了一个电话，决定给对方邮寄1部手机，请对方帮忙找一个老人。对方正是金代表，在警局的内线，而且和警察哥哥同在一个小组。警察哥哥完全没有怀疑，无意中透露了关于金代表犯罪证据的事。内线立刻将此事告诉金代表。金代表得知，知道参与的不止警察哥哥一个人，承诺会找出所有参与者，没找到一个人头奖励1。他同意去找，老人是吴老头，最迟明天早上就能找到他的具体位置。金代表精明能干，
视频硬盘只有1块，无法抵抗压力，决定在电脑上备份。这意味着他手里还有一件视频，没有轻举妄动，担心洪女士查公司税务。老婆有了一个想法，告诉洪女士他手上还有视频，让洪女士感到害怕，不敢贸然行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金代表得到吴老头的信用卡消费明细，立刻安排人去寻找。与此同时，阿健和阿珍得到了打手的信息，还没来得及研究，就收到了一张照片。孙女抢走了手机，看了一眼吴老头，吴老头被打得遍体鳞伤。紧接着对方打来电话，约他们1小时后见面，若不来或报警，就准备收吴老头的尸体。孙女一秒也不敢耽搁，立刻去取自己的秘密武器。没想到外表柔弱的他是个弓箭手，而且剑术非常高超。出发前，阿珍向前辈汇报了情况。吴老头过去对前辈很好，现在前辈遇到困难，义不容辞的帮助，立刻取下手上的石膏，简单准备了一下，赶到约定的地点。4人分2路行动，前辈带孙女到高处，最大限度地利用远程优势。阿健和阿珍正面突击，两人不多说话，一见面就开打。打手和屠夫略感意外，这么短时间不见，战斗力怎么提升这么多？两人越打越勇。孙女加入后，取得了绝对优势。屠夫转去对付孙女，前辈也不是闲着的，立刻上前承担压力，为孙女创造发挥空间。同时打手狠狠地冲向阿健，阿健不客气的回应，一拳将他打翻，让他无法反击。这边情况稳定，阿珍立刻去帮助前辈，顺便报之前被锁喉和插刀的仇。孙女的剑已用尽，暂时无法提供支援。打手试图用蛮力胜出，但这招已不再有效，被阿健轻松化解。屠夫那边也被彻底击败，想继续对阿珍使用锁技，结果同样被击败。接下来是拷问阶段，阿健和阿珍不擅长拷问，孙女更不用说，只能由前辈负责。前辈要了一支剑，剑插在屠夫的腿上，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的场景不宜儿童观看。孙女的耳朵和眼睛被遮住，如果前辈没记错，屠夫还未婚未育。在断子绝孙的威胁下，屠夫透露了吴老头的位置，4人再次各奔前程。打手是个关键角色，他知道金代表的金库位置，前辈负责看守这个人，顺便打听金库的地址。其他3人去救吴老头，路上联系了警察，一提到绑架案，还牵涉到金代表，警察立刻行动，但行动执行的不好，让金代表的内线也跟了过去。金代表得到消息，立刻命令手下撤离。等警方和阿健他们到达时，人已经不在了。阿健把屠夫交给警察处理，现在没什么事做，只好回去等消息。前辈这边进展不顺，打手很抗考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不仅如此，还想咬舌自尽，毕竟也是条人命。如果他死了，谁去问监控位置？无奈之下，只好叫救护车带走。不久，金代表开始反击，首先在警察的咖啡里下毒，然后发送不雅视频给洪理事，最后是杀害警察的搭档。这一套动作后，约阿健和阿珍晚上见面，解决彼此的恩怨。本不想让孙女参与，但孙女坚持，只好用点手段，在离目的地远的地方让她下车，让她进行远程支援。但这地方确实太远，跑到合适位置需要20分钟。阿健的计划是20分钟解决战斗。今天金代表的主力已大多失效，这次只能亲自出马。眼睛也在现场，他怒气冲冲，命令手下去干掉2人，但2人实在太厉害，没多久便清理了现场。金代表见此情形，将刀架在吴老头的脖子上，命令2人不得反抗。还未等小弟行动，孙女已冲到战场，一箭射中金代表的胳膊，吹响了反击的号角。金代表措手不及，只能灰溜溜的逃走。虽然阿健没有追上，但至少救回了吴老头。金代表这次失败只是开始，他认为被打的警察和搭档仅是受了不同程度的伤。警方抓住这次机会，申请了搜查令。金代表的小癖好害了他，居然收藏了被他害死人的手机。现在证据确凿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也翻不了案，已对金代表发起全国通缉，落网只是时间问题。阿健提了个建议，可以去问问林市长，关于偷渡躲藏的事，以前都是林市长负责，但林市长消失的彻底，信用卡半年未使用，电话更是如此，只查到一个银行账户，最后一次使用是3个月前。阿健和阿珍求助于大叔，大叔给出了主意，像林市长这样的人很缺钱，直接汇1000万到账户，并留下电话号码，一旦钱到账，林社长会主动联系。这方法确实有效。阿健解释了当前情况，他能透露金代表的藏身处，但需要10个亿。崔社长答应给一大笔钱，结果反悔了，导致他现在生不如死。金店被通缉已有2天，按他的计划，4天后就能逃出国，所以阿健的时间不多。其实他的要求并不过分，但问题是阿健没有那么多钱，总共就3个亿，还差很多。吴老头肯定帮不上忙，只能试试找有钱的洪理事。但那个害洪理事的视频是林市长拍的，他会出这笔钱吗？毕竟林市长是受人指使的，金代表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，这点他还是明白的。但有个大问题，林市长这人靠谱吗？
万一他拿了钱就跑怎么办？阿健也不能保证什么，只能说如果市长跑了，他会用后半生来追回来，给洪理事一个交代。有了阿健的这番话，洪理事愿意冒一次险，连市长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告诉阿健金代表的逃跑计划。金代表已经联系了越南高层，后天凌晨1点带着机密资金乘坐邮轮前往越南，货柜号是9004230，机密资金就藏在这里面。船很大，找人需要时间，最好装成偷渡客上船。林市长这边有联系方式，具体价格需要自己谈。阿健和阿珍马上开始行动，吴老头还帮他们准备了电击枪，两人一上船就开始分头行动。阿健很快就找到了金代表，阿珍情况紧急，碰到了戴眼镜的人，电击枪比拳头更好用，1秒就把对方放倒。刚把戴眼镜的人制服，就有打手冲了过来。阿健那边进展不顺，金代表总是用阴招，时而偷袭，时而在鞋底藏刀，从不正面交战。阿健找到了反击的机会，这次金代表没法耍花招了，只能当活靶子。无路可逃的情况下，他抽出了鞋底的刀，准备进行反击，结果被阿健提前识破，一记急速重拳打出，对方立刻倒地不省人事。阿珍同时也开始反攻，打手被打得无力还手，被揍得完全没办法反抗。之后两人会合，找到了那笔秘密资金，顺便帮洪磊士找回了手机。接着洪磊士立即离开邮轮，关于视频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那么这笔秘密资金该怎么处理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，每根金条重7公斤，价值5亿，总共有168根。阿健想效仿崔社长，帮助那些负担不起医疗费的人。洪理事提出了2个选项，一是拿走所有这些钱，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，用来帮助无力支付医疗费的人；二是再投入一些资金，直接建一个福利医院，免费为老百姓提供医疗服务。相比之下，显然后者更合适一些。洪理事拿出4根金条，两人分别拿2根作为辛苦费，之后他会用自己的钱来补足。